上海新开业的古镇老街建于宋代，没有商业味道，门票免费，能乘船游览。你会过来吗？大家好，我是王秋裤，那么现在就跟牢我镜头来到抖一抖搿只新开的古镇老街吧。走。那么这个新开业的古镇老街就位于奉贤区青村镇南凤公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名字叫做清溪老街，也可以叫做清溪古镇。在我的印象中啊，上海已经很久没有开发一个新的古镇老街了。那么不知道这个清溪老街怎么样呢？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进去逛一逛。前方就是清溪古镇老街的主路。那么一边逛一边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清溪古镇老街的历史。清溪老街地处奉贤区青村镇的核心区域，有1400多年的历史，全长1330米。从宋代就开始有了古镇的雏形，到了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成为了一个有名的渔村。这里也曾经因为便捷的水陆交通而形成了一个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市，又因为溪水穿村而过，直通大海，所以清溪这个名字也是因此而得来的。也可能是5月份刚刚开街，所以我们看到古镇老街两边还有很多商铺没有开起来啊，人也不是非常多，非常的安静，很适合逛啊。还有很多这样的铜像，从这个铜像也能看出清溪老街有非常多的特色美食。接着说历史，后来到了现代，清溪古镇老街和其他古镇一样逐渐衰弱，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也不方便，我相信80%的上海人啊，肯定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因此相关部门近些年也是开始规划老街的复苏，根据原始模型、原材料和原始工艺，在尽可能保留了原来的历史风韵同时，修复和恢复了旧街。而如今的清溪老街终于在经过改造，于今年5月份正式开街了。风和日丽，青砖绿水，这个风景啊真是相当不错了。还有当地人开的这种纽扣店，感觉在市区里面啊是不太能看到的。这边有个小的广场，旁边呢有一个古建筑，名字叫做望云楼，据说它是以前青村镇的最高建筑。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我们看到老街上面游客也是越来越多的，还有这种本地人开的小吃店。整条老街铺设的是这样的青石板路，宽阔平坦，非常的大气。而且古镇的河道在经过治理后别落上倾，也凸显了传统江南水乡的街河格局和风貌。走在老街的青砖路上，一幢幢明清建筑，一户户庭院宅邸，一条条古街幽弄不断映入眼帘。虽然可能有些修复的过于新了，但是也不难看出还是有一些原汁原味在其中的。这个小角落还挂着一件蓑衣，还看到了几座像这样的古桥，旁边也有注解，叫做中和村，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老街两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弄堂啊，里面都是住着当地的居民。进去吧，进去吧。像这种庭院里面呢，游客都是可以坐下来休息的，还有很多的茶室、咖啡店。视频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啊，像这种老街全国太多了，而且都是一个样，不是臭豆腐就是烤猪蹄，不是奶茶店就是义乌批发过来的小商品。而对于清溪古镇，我们且不说它是不是也会变成那样，但是就目前它的底子来说，想完全商业化难度很高，因为这边的居民居住密度实在是太高了，而且空间功能相对简单，这也导致清溪古镇在2010年前后中国古镇旅游业高速腾飞的时候没有赶上热潮。哪怕是现在，整条老街6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其中超过5万平方米仍然有人居住。因此啊，想整体开发老街是不太可能的。目前老街上已经有餐饮17家，文创22家，精品民宿2家，还有很多没有开业的。而且不久的将来，老街还会有游船项目，游客可以坐着小船走水路游览老街，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说老实话，我一圈兜下来，我感觉清溪老镇的风景还是相当 OK 的，一点都不比那些要门票的古镇风景差啊。唯一有点不足的可能就是交通还不够方便，自驾车开过去啊会方便一些。既满足了旅游业需求，又满足了居民的居住需求，定位是江南水乡宜居小镇，这样的清溪古镇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特点的。那不知道大家觉得清溪古镇怎么样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优酷哦。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大家再会。